第105章，意外碰到了。我直接面对孙红英和温小兵，那自然就没有什么客气的。孙红英指着我鼻子说我欺人太甚，他说对了，我就是欺人太甚，就是要痛打落水狗。我冷笑道，孙红英，你罗湖混不下去了，跑到福田来要饭了吗？怎么了？想回博越吗？也行，回博越你还能给我擦擦皮鞋，你留在上高干什么？上高的周光华都是个垫鞋子的货色，你留着准备跟他去吃屎吗？我言辞无比的恶毒，气得孙红英浑身发抖。一旁的温小兵暴起道，他妈的陈斌，老子今天跟你拼了！他一抬手就把温小兵摁在了墙上。我这不是第一次摁他，实话讲，我跟温小兵最不怕的就是打架。温小兵手无缚鸡之力，跟我这个从工厂混出来的体格没法比。温小兵被我摁得动弹不得，一旁的孙红英过来拽我，眼看场面就要失控了。高燕忽然爆发道，都给我坐下！陈斌，你搞什么名堂？还有没有一点教养和规矩了？我和小温、小孙是多年的同事，我们一起吃顿宵夜都不能安生吗？高燕批评我，这就是套路。他唱红脸的套路一来，我就松了手。我一松手，温小兵就转身。我说，小温，你现在连跟我坐在一张桌子上的勇气都没有了吗？怂成这样了。温小兵体格不行，但是性子还是有一股倔。他听我这么讲，终于一屁股坐下了。孙红英盯着我的眼睛像毒蛇一样，很显然他恼我到了极点。我自来熟的给自己斟了一杯酒，对高燕道，高总，对不起，得罪了你的客人了，我自罚一杯。说完，我把一杯酒喝干，又道，不过高总，有一点我想明说，如果您念旧情，想拉小温和小孙一把，我觉得你有情义，这我佩服。但是就这两货稀泥糊不上墙，我们都知道周光华马上要完蛋，说不定他们两人还觉得姓周的大有前途呢。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瞎子头上顶坨屎，不晓得香臭，是不是？你给我住嘴！高燕冷脸道，陈斌，你要明白一点，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在工作上我们和上高是对手，这没错。但是私底下，我和小孙、小温这都是多年的革命友谊。最近我们两家公司有些不愉快，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私人感情。我把酒杯一摔，道，扯淡，什么叫私人感情？你高总讲情面，姓温的和姓孙的这两货讲情面吗？他们说不定还觉得是咱们走投无路呢。我撂一句话在这里，他们上高公司从总监到经理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可以来找我。业务上如果有谁能干过我，我直接把钱盖他脸上。他们有没有人敢啊？我直接把狠话对在了温小兵和孙红英脸上。如果是以前，他们肯定抱起接招了，但是现在他们脸色无比的阴沉，根本就不敢接话。他们被我打怕了，尤其是温小兵，跟我赌一次输一次，从博越公司输到上高，关键是他业绩干不过我，打架也打不过我。去年跟我赌业绩他输了几万块，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。像我们干业务的人看上去赚钱多，但是几万块那也绝对是个很大的数目，拿真金白银跟我赌，他已经没有勇气了。我喝了第二杯酒，站起身来走人了。临走的时候我道，行了，高总，我先撤了，没什么鸟意思，我他妈直接去找周光华去，他手底下的这些货色都不中用了。我直接把周光华摁在地上摩擦，才觉得有快感。我把酒杯放下，大大咧咧的走了。我出门的时候听到孙红英咬牙切齿的骂疯狗，显然他是骂我。我回头瞪了他一眼，他目光迅速躲开了。我冷冷的一笑走了。高燕很快就给我打电话了，看来我一走，高燕就没有心情再和这两人周旋了。我们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情况，高燕道，这两人又臭又硬，毛孔里的石头一样，无药可救了。我说差不多了，今天目的基本达到了，和预期相差不远。我让高燕再给上高其他人打电话。哇，上高公司的人不只是我们需要人手，更重要的是瓦解对方的斗志。现在既然已经出刀了，那就没有回头路，这个事情一定要进行到底，要拿出我们当初干业务的那股子劲头来，使劲的挖对手的墙角。我住在香蜜湖附近的城中村，我在外面转了一会儿，回宿舍的路上隐隐看到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影，对方好像喝酒了，醉意阑珊的。我凑近一看，赫然是孙红英。哎呀，孙经理，我叫了他一声。孙红英看到我像是看到了鬼一样，我说你这个表情干什么？就这么怂，这么怕我？孙红英不理我，转身就要走。我说你别走，这里正好有桌子，你坐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孙红英道，陈斌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我冷笑道，孙红英，你看看你这鬼样子，事业一团糟，情场更不如意，我看你活得像鬼，想跟你扯一扯，你还好心当驴肝肺。孙红英突然爆发，指着我的鼻子狂吼，你他妈比我强多少嘛？一个场妹都把不住，还他妈有脸说我？孙红英这一对挺突然的，让我措手不及。很显然他是揭我的伤疤了，不过现在的我那一块伤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面对歇斯底里的孙红英，我反而笑了。那坐一坐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再喝一杯。
城中村的便利店老板我们都熟得很，我点了几瓶啤酒，然后叫了1点牛肉干花生，竟然和孙红英又喝上了。原来孙红英虽然工作去了罗湖，但是还是住在福田这边的城中村里面，我和她住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足50米。我和孙红英喝了一杯酒，她忽然道：陈斌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是谁吗？我哈哈一笑，道：我怎么知道？我只知道你最恨的人肯定不是我。孙红英愣了一下，斜睨着我，你这么有自信？我道：我自信的很，我他妈又不跟你抢男人，你恨我干啥？我一句话就把捅到孙红英的痛处了。